哲学爽歪歪，猴力松歪歪，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。上集影片我们说到了苏格拉底，他被判死刑后，他的学生柏拉图决定继承师父的意志，建构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柏拉图的哲学思想。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政治贵族世家，非常具有写诗的才华。20岁时遇见苏格拉底，下定决心把过去所有诗作全部烧掉，专心跟随苏格拉底研究哲学。如果没有遇见苏格拉底，柏拉图可能不会成为哲学家，更可能成为诗人或政治家。但是当了8年学生，却看到自己的老师被雅典民主制度处死，从此对民主政治失望。他开始思索，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会遭受到不正义的对待？有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？如果正义之人无法善终，作恶之人却可以安享天年，那人干嘛还要做好人？柏拉图一边思考这些问题，一边周游列国考察各地的政治制度。他还曾经秘密造访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城邦叙拉古，当地的国王聘他当国师，进行政治实验，打造一个理想国。但实验结果却是当地的政治人物陷入家族权力斗争，柏拉图被贩卖为奴，40岁才被朋友救回雅典。回到雅典时，他在雅典的体育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。体育场在古希腊文里是裸体的意思，因为古希腊人喜欢在体育场健身，比谁裸体更美，所以这里就成了古希腊人聊天的社交场所。柏拉图选的体育场是由古希腊的英雄 Academus 命名，所以他的学校就叫 Academy， 也就是今天英文里学院这个字的由来。最有名的学生当然就是亚里士多德，在这里跟随柏拉图学习20年。柏拉图的学院算是欧洲史上第一所学校，一直延续到6世纪，都是欧洲的学术中心之一。柏拉图跟苏格拉底一样，要对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相对主义跟怀疑主义，认为道德、正义、知识全都是相对的，不存在客观真理。但柏拉图坚持有真理存在，他提出了一套著名的理型论，要捍卫知识与道德的基础。首先，他要证明有超越感官经验的知识。柏拉图说，人的耳朵可以听到声音，眼睛可以看到颜色，每个器官都负责一个感官知觉，所以器官具有排他性，不能跨界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你可以察觉到各种感官的同异之处？例如，你听到一个声音跟看到一个影像，你为什么知道它们的数量都是1个？明明没有任何器官可以让你感觉到1的存在。这代表人能够理解数学，一定不是靠感官，而是某种超越感官的能力，也就是理性。数学不是感官对象，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。有人可能会反驳说，我们学数学时用的几何学也会运用到感官啊，但是你从来不曾在世界上看过真正的几何图形，因为只要把圆形放大，你就会发现它不过是锯齿状的像素，而不是完美的圆形。是人类视觉解析度太低，才以为这是圆形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形状，为什么人类可以掌握形状的概念？柏拉图认为，这代表数学知识是先天的，不会受到现实经验扭曲。所以一旦我们掌握了毕氏定理，即便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完美的三角形，都不妨碍我们理解三角形的真理。所以毕氏定理代表的是三角形最完美的原型，柏拉图就把这称作理型。接下来，柏拉图要进一步证明存在数学以外的理型，他用的方法叫做对立论证法，让我们从世界上找出一个公认最美的女人，这个人一定具有美的性质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最美的女人跟女神相比，人就会黯然失色。那这个人到底是美还是不美？永远可以有更美的人出现，让原本的美人变成不美的人。经验世界可以不断变化，所以万物都无法拥有某个绝对属性，都无法排除它的对立面。那既然经验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美，人为什么可以拥有美的概念？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套用在道德上。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正义的城邦，那人们判别正义的标准又是从何而来的？柏拉图认为，这代表人一定天生就拥有美跟正义的理型，才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正义，也才有可能渴望追求这些东西。最后，柏拉图要再进一步论证，万事万物都有理型。他的论证是这样：世界上的每一只蜜蜂都不一样，有工蜂、雄蜂、女王蜂，各种独一无二的蜜蜂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蜜蜂的概念呢？这在哲学史上叫做共相问题。
你可能会质疑，不就是生物学家把拥有某一种特征的生物都叫做蜜蜂吗？问题是，你如果不先有蜜蜂的概念，你怎么去辨识某一个特征？如果蜜蜂的概念是源自你过去经验中遇过的蜜蜂，假设今天出现一只新的蜜蜂，你为什么还是认得出来呢？因为人工智慧就做不到这件事情。目前的 AI 影像辨识技术可以搜集网络上的大数据资料，例如找出所有狗的相似之处，然后设计出一只狗的原型，再用这个原型当作标准去做影像辨识。但是如果你给 AI 看吉娃娃跟吗啡蛋糕的影像， AI 还是分辨不出来，因为它们看起来都很像。问题来了， AI 看过的狗的图片一定比人看过的还多，为什么人一眼就能辨识出来， AI 却很难做到？柏拉图会说，因为人不是先从经验世界里面看到狗，才产生出狗的概念。刚好相反，人是先有狗的理型，才能够辨识出世界上有一群动物叫做狗。而 AI 之所以做不到，是因为经验世界里的狗都不完美。AI 从资料库里收集的照片，当然就不可能还原出一个完美的理型，也就无法成功辨识出狗。所以当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Roger Penrose 就抱持柏拉图主义的观点，认为人工智慧永远都不可能像人类一样，因为只有人类意识才具有柏拉图所说的理型知识。透过数学、对立论证、共相问题，柏拉图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在我们所经验到的现实之外，还存在一个超越感官的理型世界。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它最完美的理型，现实世界只是理型世界的一场不完美模拟，而且理型是不生不灭的，因为它不依赖于经验世界。经验世界的存在总有一天会消失，我们的宇宙顶多存在几百亿年，但是关于数学、美、正义的真理永恒不变。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时，就是通往哲学思考的开始。如果理型世界就是哲学思考的目标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，要怎么去认识理型？柏拉图的回答是要透过爱情。古希腊人的爱情观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古希腊的女孩要变成女人，必须跟一个男人结婚，象征她成年了，可以帮城邦生小孩。古希腊的男孩要变成男人，必须跟一个男孩谈恋爱，象征他成年了，可以引导城邦的小孩。所以古希腊男人跟同性有爱情关系，同时又会履行公民义务跟女性结婚。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同性恋去理解，因为现在的同性恋是自由恋爱，但是古希腊人有严格的制度规定，叫做少年爱，只有壮年男子跟少年才能有爱情关系，而且爱人的必须是年长者，被爱的必须是少年，因为年长者才有足够的历练跟知识可以传承给年轻人。理想的男性之爱会从爱情升华成师生关系，爱是教育的前提。所以柏拉图说，男女之间的爱可以带来身体上的生育，男男之间的爱可以带来思想上的生育。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他自己不生育，只帮别人接生，因为他在爱情关系中是负责帮年轻人生产出思想。像是当时雅典有位政治天才 Alcibiades， 号称雅典最帅青年，有一堆年长者追求，但却只有苏格拉底不为所动。这反而让 Alcibiades 很感兴趣，主动去跟苏格拉底打情骂俏，最后甚至引诱他上床。没想到苏格拉底在床上还是不为所动，因为苏格拉底要把肉欲关系转向精神层次的交流，这就是爱情转向哲学的关键。柏拉图说，爱的经验会带人走上一座爱的阶梯。一开始我们追求爱情是因为爱上美好青春的肉体，但是在享受过很多美好的肉体后，人就会反思，我之所以爱上这些肉体，是因为他们都有某些美好特质，所以我爱的其实是这些美好特质。接着有些人会渴望超越感官享受，开始去追求美好的灵魂，去爱那些有知识有德性的人。在追求过很多个美好灵魂之后，有些人就会反思，当我在爱人的时候，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？因为爱人总是不完美，但我爱的是他最美好的部分。最后有少数人会发现，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，我们爱的纯粹是美、知识、杰出的德性，也就是理型本身。所以我们之所以会爱上一个人，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早就认识的理型。人世间的一见钟情其实都是久别重逢，这就是为什么爱的经验是哲学的起点。它会带领人们从身体升华到灵魂，再从灵魂升华到理型。
可以走上这个爱的阶梯的人，才是适合当哲学家的人。论证完理性世界的存在，并指出用爱的阶梯追求哲学知识之后，柏拉图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：就算人们可以成为哲学家又怎样？看看追求真理的苏格拉底，还不是被民主处死？反而是雅典的平庸大众可以过得很爽。那人干嘛要求知，期许自己做个好人？当一个坏人岂不是更爽？只要不被抓到就好了。所以柏拉图要构想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——理想国，让所有追求真理正义的人都可以安身立命。在理想国里，柏拉图批评了当时雅典的抽签民主制，任何公民都有机会靠抽签担任官职，不需要专门知识也可以治理国家。柏拉图说：想象一下，我们会把航海或是医术交给民主决定吗？如果我们容许所有人发表关于疾病的意见，像是吴宗宪说忧郁症就是不知足，艾丽莎莎说肝胆排石法可以排出胆结石，然后我们再用民主的方式投票要求医学界采用他们的意见，如果有医师不照做，就会被告上法庭，这样不是很民主很棒吗？但是没有国家会这么做，因为医疗需要有人体的专业知识，只有训练有素的医生才能够胜任。现在柏拉图反问：治国难道就不需要有治国的知识吗？为什么我们会交给没有治国知识的大众决定？所以柏拉图认为应该要让哲学家当统治者，或是把统治者训练成哲学家，因为只有哲学家有理性的知识，知道如何让整个城邦达到最完美的状态。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国王的例子，像是亚里斯多德曾经当过亚历山大的国师，罗马帝国皇帝奥里略是斯多葛派哲学家，法国总统马克宏博士论文研究黑格尔，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博士论文用马克思主义谈台湾农业经济，这些都是哲学家治国的案例。但是柏拉图很清楚，只有哲学家当王还是无法实现理想国，因为柏拉图自己就当过国师，最后还是败给了人性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要先用社会制度改变公民的心灵。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有3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欲望，欲望让人的生命可以延续，让人类物种可以繁衍后代；另一个部分是理性，理性的力量会克制当下的欲望，让人听从长远规划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所以理性跟欲望这2股力量是互相敌对的。但是在这2股力量之间，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，叫做义气。义气既不理性，而且也会阻碍欲望。例如士兵响应祖国召唤的时候，士兵知道从军会阻碍自己的私欲，但同时他又不是听从理性的行动，而是受到爱国心驱使的冲动。但是义气的力量却是保卫文明延续的关键，因为有义气的人会抵御外敌，照顾自己人，就像狗遇到外人就会叫，但是遇到熟人就会摇尾巴。既然人性就是欲望、义气、理性的组合，那么要培育出最健康的心灵，就必须让这3股力量处在和谐状态。所以城邦的社会分工应该要对应心灵的3个部分，因为城邦就是放大版的灵魂。要满足欲望，就必须有农工阶级专门从事生产；要满足义气，就必须有战士阶级专门保卫城邦；要满足理性，就必须有哲学家皇帝负责统领决策。为了从人群中培育出战士跟哲学家，柏拉图提出了各种社会制度，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文化管控。在当时的古希腊，官方教育是荷马史诗，诗歌、戏剧的内容也都是神话，奥林帕斯诸神。柏拉图认为，这些流行文化都只是在麻痹大众的心灵。古希腊人信奉的神，只要人类献祭东西给他们就会高兴，那等于是接受不道德的贿赂。柏拉图认为，真正的神不可能会接受贿赂，所以古希腊人信仰的不过就是民族创造出来的神话。还有诗歌必须受到管控，因为诗人通常是灵感来了就创作，而不是像哲学家一样是先掌握理性。戏剧也必须受到管控，因为演戏的时候总要有人演坏人，等于是要让演员模仿坏的价值，这会让演员跟观众的心灵都受到污染。例如在2012年《黑暗骑士》上映时，美国奥罗拉市就有人到戏院开枪扫射，后来华纳公司怕人模仿，就不在当地戏院上映小丑。而柏拉图早就发现了戏剧有这种魔力，所以理想国里禁止演出希腊悲剧。当时的雅典人就反驳柏拉图说：“你这样不是在扼杀艺术家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吗？”柏拉图回答：“想象力、创造力并没有独立价值。一个作品之所以是好的作品，是因为它让我们想到了善的价值。决定作品好坏的不是创意，因为你也可以很有创意的宣扬一些扭曲的价值观。所以柏拉图说，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娱乐。
那柏拉图推崇怎样的艺术创作呢？他认为古埃及的艺术作品最好，因为古埃及明文禁止画家跟工匠自由创作，他们创作的方式必须符合传统，所以古埃及10000年来的艺术品技法都完全相同。柏拉图认为管控文化活动有益于公民的心灵发展，因为一般人虽然没办法理解哲学，但可以接近哲学。只要在流行文化里放入一些好的价值观，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，这样就可以培育出对公共事务有热忱、有正义感的公民。在《咒术回战》第10集里，有一个很有趣的哲学问题：あんたはさ、魂と肉体どっちが先だと思う？肉体に魂が宿るのかな？それとも魂に体が肉付けされているのかな？前者。ブッブー。答えは後者。いつだって魂は肉体の先にある。在柏拉图的时代，其实就很流行讨论这种灵魂的问题。柏拉图认为，灵魂跟身体是2种在属性上完全不同的存在，不能把灵魂化约成物理现象。要怎么证明灵魂存在呢？柏拉图讲了一个奴隶做数学题的故事，有一个面积4的正方形，如果这个正方形面积变2倍，那边长会是多少？一开始奴隶回答是8，但是在一连串引导下，奴隶会发现面积放大2倍的正方形，它的边长其实就是小正方形的对角线。引导者没有讲出答案，为什么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奴隶可以自己想出答案？柏拉图说，因为每个人在成为人类之前，灵魂就已经在理型世界认识了这些知识，所以学习知识不是靠传递，而是靠回忆。每个人都有先天内在的知识，但在来到世界上之后就遗忘了，必须靠后天学习回忆已经遗忘的东西。所以知识即是回忆。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会用对话录写作，因为他知道知识不能传递给读者，而必须让读者在对话中自己领悟。这样一来，柏拉图不但证明了灵魂存在，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先天就懂数学、美、正义这些理型知识。而且柏拉图还进一步论证，因为理型世界是永恒的，不会随着经验世界消失，那么认识理型知识的灵魂应该也具有同样性质，所以灵魂是不朽的。像是苏格拉底死前就跟学生说，你们要埋葬的不是我，而只是我曾经住过的身体。灵魂居住在一个身体里不超过100年，离开后的时间却是永恒无限的。不过我们不能用人的形象去设想灵魂。柏拉图把灵魂定义成自我运动，不止人有灵魂，会自己动的东西都有灵魂。柏拉图甚至说，整个世界拥有一个灵魂，每个人的灵魂其实只是这一个灵魂的一小部分。这就像下雨的时候，每个人家里都有一点雨水，你得到的雨水只是水循环的一部分，最终还是会回到循环系统里，下次可能会变成云、雾、雪。同样的，人的灵魂死后也会进到一套轮回系统里，下次投胎可能会变成人，也可能会变成动物等等。柏拉图不是刚刚才在理想国里批评雅典人很迷信吗？怎么自己又相信轮回？因为柏拉图很清楚，只有哲学论证没办法说服人去过伦理道德的生活，因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，还会受到欲望的诱惑。要让人在世间行善，还必须靠宗教的力量。所以柏拉图设想了一套轮回机制，灵魂投胎转世的标准是前世偏离了多少的善。如果你这辈子都不使用理性，都是被欲望驱使在行动，像你这样的灵魂当人就太浪费了，你下辈子投胎就会变成动物。不能吃太胖哦，会被杀掉的。以前的古希腊诸神都是看心情好坏来决定人的命运，但现在柏拉图的轮回机制是有一个理性的判断标准，就是唯一的善。所以他看似是在创造神话，但他创造的是理性的神话。讲完灵魂学说之后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问，那最一开始的灵魂又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理性的结构，让灵魂可以回忆呢？例如当代的柏拉图主义天文学家 Max Tegmark 就提出一套数学宇宙假说。他认为自然界不只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，物理世界本质上就是数学结构的演算结果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刚好，宇宙是数学的，而数学又是只能透过灵魂认识的？柏拉图认为，这是因为自然界、数学、灵魂这三者根本是同源的。世界起源于一个理性的工匠神，这个工匠神掌握所有理性知识，知道万事万物最完美的形式。因为工匠神本身就是善的体现，
他自然会希望万事万物都可以尽善尽美。所以当他看到最初的世界是一片混沌时，他就赋予原本混沌的世界各种理型，就像是把没有形式的泥土捏成各种形状，同时也在理型世界里创造了最早的灵魂。在基督教的创世纪里，上帝是从无中生有，但如果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万物，那恶不就也是上帝创造的吗？但柏拉图的创世神话不会遇到这种问题，因为一开始就有原始材料，创世神只是把这些材料加工变成各种形式。这就像建筑师先画好一个完美的蓝图，但是开始建造时却发现原料不足，所以造出来的建筑物不完美。你能说这是建筑师的错吗？不是，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物质不完美。柏拉图这种工匠神的想法在西方有极大的影响力。中世纪神学家试图把柏拉图的创世神话跟圣经的创世纪结合起来。在科学革命时期，牛顿在提出三大运动定律时，也是设想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的钟表匠。一直到20世纪存在主义出现后，才开始反对柏拉图的这种构想。今天这集影片，我们介绍了柏拉图的哲学，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环环相扣。先论证理型世界的存在，接着说明经验世界里的人可以透过爱的阶梯，还有理想国来回忆理型之事。再论证负责回忆的灵魂是不朽的，处于轮回之中。最后再提出一套创世神话，把宇宙、理型、灵魂三者连起来。他的35篇对话录几乎触及了所有哲学问题。想要认识西方思想，柏拉图几乎是必读之作。英国哲学家怀德海甚至说，西方2000年来的哲学思想就是一系列柏拉图的注脚而已。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，就有机会抽牛津通识柏拉图一本。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， 订阅 Cat 网红馆，即可抢先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。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，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。